大家好，欢迎收看望桥湾频道。隐私对于每个人来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词汇，大家也有一些不想被外人知道的小秘密，比如说你的身体结构，或者是你的个人财产，这些对于每个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不管是被人为的监控，或者是意外的隐私秘密的泄露，都会对每个人在身体或者精神财产上造成很大的损失。在2009年热映的电影《窃听风云》中，负责监听的警察只需要一个手机号码就能窃听手机持有者一切对话。这一切看起来有点夸张，但在现实的社会世界中，手机的确已成为个人信息安全的重大隐患。无论是 iPhone 还是安卓系统、智能平台或者众多应用扩展，在给你带来丰富应用体验的同时，也会给那些黑客以及不法分子或者是所谓的有良心的应用厂商提供可乘之机。很多厂商也曾经出来辟谣，说要实现手机监听或者是后台锁屏的时候进行录音监听是一个比较困难，实现不了，或者是需要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几十万才能搞定的，不值得。并且 Facebook 也曾经被爆出窃听风云的事件，偷听用户的谈话，而 Facebook 也坦诚用户在使用它的 APP 的同时也会收听用户的声音。国外媒体也做过一些相关的实验，把手机的 Facebook APP 打开，在它周围谈论某些话题，结果再次打开 Facebook 的时候，就会跳出一些与谈话有关的相关的广告。向 Facebook 求证之后， Facebook 直接坦诚有这一项功能，但却表示绝对不会用来建议客户任何广告，或者动态实时的推出一些消息，也不会用来出卖用户。这一些官网的说法还需要大家自己去考量。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一个专业人士的视频，看看到底是不是像一些所谓的有良心的 APP 厂商所说的很困难，实现不了。某些 APP 后台录制用户隐私，然后传到云端做大数分析，搞得沸沸扬扬的。然后一些公司出来辟谣说这事儿实现不了，目前的技术搞不定。然后本着爱较真不作恶的精神，这件死的小伙子呢就临时写了一个小 demo， 然后来证明一下这件事是可行的。我给大家大概演示一下，这是一个安卓手机，然后我们在安卓环境上来开发的。目前我们分成两个端，然后一端呢就是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 APP 端，另外一端呢是我把所有的数据都投到了我们这个显示屏上，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去方便看我们这个上面的数据。然后这是我们内网的服务器，你看到 IP 你也搞不定。说了一个大家简单演示一下吧。我先打开这个 APP， 我申请一个权限。目前我们只获取一个权限，就是我们录制音频的一个权限。然后常见的 APP 实际上这个权限都是有获取的。我点击允许。你如果需要查看的话，可以在你的手机的权限管里面来进行查看。然后我现在把手机锁屏。锁完屏幕之后呢，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测试哈。这里面没有什么用户感知的。然后我们现在看屏幕。今天晚上吃什么？
吃锅包肉好吗？我想吃贵阳米粉了。你新买的 LV 包包真漂亮。我想买个耳机。我男朋友最近怪怪的。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现在我们已经通过本地的手机的信息，然后直接 NLP， 然后传到了云端，然后直接把这个解析成文字。其实我只需要提取里面的关键词，就可以做很多精准推荐了。然后因为时间有限嘛，所以我们就不做后面的那个演示了。只要证明这个手机在无感知的情况下，你看连提示信息什么都没有，然后就可以实现监听。但后面如果做细致一点，比如说有些人说这个能耗问题，我只需要触发特定的关键词，然后让它显示出来内容，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啊。视频中，这位人工智能的工作人员通过一个锁屏的手机进行录音，并将录音转化为文字，映射到电视机的屏幕上。这一切只需要短短的5个小时左右，并且也没有像一些专业人士所说的实现不了，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这一切对于安卓手机来说门槛是比较低的，当然 iOS 系统也是可以的，虽然 iOS 在技术上要比安卓实现的难度高一点，但是这些资料在网上也是比比皆是的。很多朋友在使用手机的时候会按 Home 键去返回菜单和切换 APP， 但是进程一直都是挂在后台上运行的，这样也是杀不掉那些录音进程的。即便是你把 APP 退了，也可以通过词汇的唤醒来调取服务，来偷偷的在后台运行服务，监听你的声音。另外就是很多手机厂商会对一些大型互联网厂商提供白名单，白名单厂商的 APP 不需要授权就可以获取一定的权限，包括录音权限和调取摄像头以及调取相册的一些权限，而这些进程也是杀不掉的。当然大家在平时的使用过程中还是需要注意，在使用 APP 的时候，如果没有用到相关的麦克风或者是摄像头以及调取相册的功能，大家最好把这些 APP 的相关功能给关掉，来防止那些无意间的窃听，以免暴露你的个人隐私安全。这些大家在平时购物的时间也要注意，一些所谓的有良知为人民服务的厂商也是在偷偷的录制你的声音，根本不是什么智能的大数据调研，而是他们确实在偷偷的录制你的声音。这些也被很多人所公认的在网上公开的报道过，虽然有的厂商他是死不承认的，但是大家还是需要自己内心有自己的考量。那么大家平时应该如何注意呢？就是大家平时使用手机的时候需要注意自己的手机，一是不是手机电量使用量持续的猛增，另外就是在你的通话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杂音，第三个就是有没有陌生的号码出现你的通讯录中。这一切大家都要仔细的观察，因为窃听程序在后台运行，它有时候是会有杂音的，并且消耗手机资源，耗电量很大。当然大家如果可以去实体店购物的话，尽量去实体店购物，减少网购也是可以极大程度上的保护你的隐私的。感谢大家的收看，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如果你对我的节目感兴趣，就
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按下小铃铛，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谢谢。